马上做，我做完没给我讲。啊。鱼翅鳗鱼粥，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。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，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，这份小小的孝举，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。和其他宵夜档一样，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，11个小时的忙碌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。每一个新锅买回来，我都要检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这个有裂痕，不要。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，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，营业了22年。今年30岁的吴朝奇，至少已经10年。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，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。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，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，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，奔赴回国接手副业。一些卫生啊、质量啊，回来改动了一下，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货。买鱼是要靠运气的。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，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，风雨无阻。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，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，除了要讲经验，还得看运气。几条好呀？是啊，蛮金金，夫妻安安在，就小切，那就好。那少大一些。哦。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，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。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，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。表面就有一层沙，它一定要加过经过热水处理，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。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，所需食材到手后，天已经亮了。买来的鱼呢，要先开肚，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，下午再来处理。鱼不及时处理的话，腥味难以去除。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，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。到了下午4点，对于阿奇来说，又是新一天的开始。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，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鱼，而是煮卤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，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这个卤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，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、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，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。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。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，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。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，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。第2次水开了，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
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，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。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！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。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，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盛夏的南方，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，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。15、16号台风相继来袭，让原本熱鬧非凡的海陵島異常平靜。客人一般嚟呢度咧，都係美食沙灘沖下浪咁。平時咧，我哋呢邊咧都坐滿好多客人㗎，即係呢次嘅颱風影響到我哋呢邊嘅客人咯，基本少咗2/3咁。韓真，陽江海陵島上的美食創作者，每年至少有20萬旅客品嘗過他的手藝。與其他美食創作者不同的是，他施展廚藝的地方在大海上。成個島就係得9間海上大排檔啦，我喺啲海上大排檔度都支持到10幾年啦。11年的海上掌勺經驗，練就出韓真對海鮮烹調的精準把握，尤其是海陵島上的各種蟹，無論哪種做法，都讓食客們垂涎欲滴。依家休漁期，加埋啲颱風影響，海鮮嘅種類都比較少。但係最想要嗰種沙蟹啊，同埋啲石頭蟹啊，而家休漁期都叫唔到，要等開漁期先可以叫到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韓真只能把希望放在1年1度的開漁節後。可天公不作美，開漁節將近，颱風卻來湊熱鬧。又推遲咗呀！雖然還有2天才能出海，但很多漁民已經按捺不住了，冒着強風暴雨，在各自的船上張羅着出海的準備。好期待啊！冇船開飯啊！稟告南海諸位大神，今日喺南海開漁，保有漁家千情萬里。16號颱風的尾巴還沒有越過海陵島的上空，開漁節的漁期比原計劃遲了1天升起。天氣雖然不太理想，但3個半月的漫長等待總算是畫上了句號。千帆起航的雄偉壯觀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島上，漁民們帶着期盼，開始了新的一輪耕海牧漁勞作。海島咧嘅天氣比較炎熱，所以我哋最忙嘅時間段就係晚飯同埋宵夜。趁着開漁節的熱鬧，午飯過後，韓真也駕船出海，
碰碰运氣。最希望咧就係捉到一種好似麵包又好似饅頭咁啲蟹啊！呢種蟹呢，相對青蟹嚟講都比較難捉。韓真口中像面包和饅頭的蟹，其實就叫做面包蟹，又名黃道蟹。圓溜溜的外形，身大腿小，行動緩慢。因體型限制，導致它們不愛運動，全身都儲滿蟹膏，號稱膏蟹之王。應該都有。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，都有麵包蟹。今日都應該有啊。有，今日天氣咁好，應該都有嘅。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網或者放籠，定位、下網、放網、拖網、起網，經過半個小時的緩慢拖行，第一網準備拉起。嗰啲蟹呢月份咧就唔係好肥，就好瘦。如果遲一排咧，應該係好好噶啦。起網2次，收穫甚少。韓真帶着稍許失望，打道回府。開漁節的第3天，17號颱風又要正面襲來，漁船紛紛回港避風。哇！點解咁少嘅？咁細啊？我打颱風啊！冇乜嘢啊！漁民給韓真帶回來的麵包蟹雖然不多，但也能暫時解饞。韓真迫不及待地開啟了爐灶，開始他最拿手的黃金蒜蒸蟹和麵包蟹焗飯。俗話說，入秋後是蟹肥膏滿的季節，但對麵包蟹卻恰恰相反。這個時候的麵包蟹只是蟹肉潔白細嫩。首先燒開個鑊，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，再倒麵包蟹啲膏落去，之後倒埋啲蟹肉、蟹殼一齊炒香點香，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飯度啦。呢煲嘅飯咧就吸晒啲麵包蟹啲海鮮啲鮮味，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，就係特別香，特別好口。忙完了最後一張單，韓真親自下廚，用來之不易的食材製作自己的夜宴。新鮮啲麵包蟹啊，試下，嚼下呢啲啊。與並肩作戰多年的兄弟們一起分享，他知道，賺錢多少都是強求不來的事，唯願一日4餐不苟且，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氣。位於新興縣西南部的大江鎮，青山綠水的生態環境被視為珠三角的後花園。平時都去行山㗎，有時行山中意去河卡下底有冇啲咪。在這個後花園長大的吳新林，是大江鎮出了名的山人。他的出名不僅因為他一有空就喜歡往山裡跑，而是他敏銳的視覺總能發掘山溪裡的美味。以前呢就生活困難啦，7口人，父母兄姊妹，當時梗係食唔飽啦，揾下山乜都講先，捉下魚，捉下蝦，咁揾餐。因為要填飽肚子，所以老往山裡跑。從前的習慣跑成了如今的愛好，而每次上山，吳新林總會自然而然地帶上一包柚饵，把柚饵半遮半掩地鋪蓋在山溪裡的石縫下。有3幾分鐘得㗎，又行出去食嘢咪捉住佢啦。不到10分鐘，
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伏而出。有時游幾斤，有時候3斤咧，講咧捉親啦。本來想捉咧坑螺個呀，你真係捉唔到，捉咧3粒嘛。吳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无论身居高山，还是依傍大海，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4餐总是充滿了激情和期盼。嗱，今日冇成2億呢個貨噃，等你沙拉啫噃。哇，今日你有啲貨咧，好多啲咧，點會啱仔㗎啦嗰度啦。哦，兄弟啊，今日10點鐘過嚟食宵夜啊！山螃蟹，当地人称为虾辣。虽然体型较小，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和多种维生素，有清热散血功效。一天的忙碌下来，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。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，当地的乡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。今日林哥做的蝦辣會啊，好靚㗎，俾林哥食先啦。油炸虾辣、虾辣鸡蛋汤、蓝角炒米粉，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，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，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，总感觉不够完美。本來想捉啲山坑螺㗎，佢入邊啲水多，啲多睇唔到。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，雨水比較多，山坑螺比較難捉啲。但係佢聽日去繼續，後日中秋節啦，睇個揾坑螺，大家飲杯追住哦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除了必备的月饼外，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。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，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、幼嫩水生植物、青苔等为食。山坑螺昼伏夜出，体型小巧尖长，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。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，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。靠自己的眼力睇啦，都係日頭全部要靠飯食頭搬樹葉搬出去㗎。陽光明媚的正午，山坑螺偶爾會冒出來享受日光浴。對於吳新林來說，4個小時反覆的低頭彎腰，總算有了點收穫。用清水隔天靜養，令其吐清雜質，去除泥味兒，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程。1年1度的中秋佳節，紫蘇炒山坑螺是新興人最佳的賞月美食。山坑螺屬風寒食材，而紫蘇葉能散表寒，兩者的組合屬於食療裏的黃金搭配。辣椒、料蓉、薑絲同埋紫蘇。過去，山坑螺是給人們填肚子的湊合之物，時至今日，它也演變成新興人的心頭好。而在烹調上，除了有傳統的紫蘇爆炒外，還創新了不少搭配，如山坑螺燜雞、山坑螺豬骨湯，從螺口處輕輕一吸，順勢滑入口中的螺肉細嫩異常。山坑螺不屬於名貴食材，最多只能算是家鄉美味，但每一個新興人都愛它的鮮、爽、香，這也是吳新林嚮往大山的原因之一。